老师，疯了。你回来的正好，为师这里也有一个好消息，与那净莲妖火有关。从古龙岛返回后，药老便告诉萧炎一个好消息：净莲妖火最后一张残图将在空间交易会上拍卖，而这个空间交易会非比寻常，就连药老也是通过了特殊渠道才得知的，里面甚至都有天阶斗技出售。听得此话，萧炎恨不得立刻动身。要是拥有了排名第3的净莲妖火，什么9天尊、8天尊这等货色，直接就可以一巴掌拍死。不过此事药老让萧炎先莫急，因为距空间交易会举办还有1年之久。雨落一旁的风尊者笑道：“急着要一火的话，可以看看谁有一火，然后试试能否抢过来用一用。”闻言，药老笑道：“这世间拥有一火最多的势力是炎族。”瞧得萧炎露出疑惑之色，药老缓缓解释道：“炎族是远古8族之一，其实力之强，远非中州的一殿一塔2宗3谷4方阁能比的。除此之外，这隐士的远古8族还有古族、魂族、药族、石族、雷族以及灵族，他们皆是从远古流传而下，祖上皆有过斗帝出现，因此他们的底蕴相当恐怖。”听闻，萧炎沉默了一下，似乎只有7族啊。闻言，药老盯着萧炎轻叹一声：“还有一个已经废弃掉的远古种族，就是你现在的萧家萧族。”雨落，萧炎五味杂陈，他没想到自己没落的萧家，曾经也能与魂族以及古族并列，这是何等的辉煌！而后，据药老所述，萧族曾经也出现过斗帝，不过他们的斗帝血脉却在1000年前的萧玄那一代便彻底殆尽了。这一点，从药老在萧炎身边多年都未感应到半点斗帝血脉便能看出。闻言，萧炎默默点头，即便没有斗帝血脉，靠在生死关头的打拼以及吞噬一火，自己也不逊色于那些拥有斗帝血脉的年轻一代。接着，萧炎又问起药老为何对远古8族如此了解。听闻，药老脸庞透着苦涩，因为他正是远古8族之一的药族的族人，但却是被抛弃、被逐出家族的那一种。听得此话，萧炎涌上一抹震惊，以老师的炼药天赋，在大陆上能与之匹敌的屈指可数，怎么可能被抛弃呢？雨落，药老微微一笑，在远古种族中是以血脉浓度来区分身份等级，而药老出生之脉，体内流淌的斗帝血脉稀薄的可以忽略不计，因此药老在族中的地位相当卑微。后来，在执行一项任务失败后，药老被逐出家族。离开不久，药老并不服气，开始将所有精力投入炼药术之中，并来到中州闯荡。虽然后面有所成就，但族内始终没有召他回去。久而久之，药老也逐渐将之忘却。对于那个种族，他们曾经带给了药老太多的伤害，唯一的双亲也在他幼年时离去，因此药老对那里并没有什么感情。闻言，萧炎默然，他能感觉到药老对于药族是相当的排斥。轻叹一声，药老摆了摆手道：“算了，不说这些。至于刚才提及拥有异火最多的势力，应该是炎族，他们有着4种异火，其中2种还名列前10。除了炎族外，药族也拥有2种异火，他们擅长远古炼药术，族中炼药强者相当之多。以萧炎如今的炼药术，只能排进药族年轻1辈中的前5之后。”闻言，萧炎眉头一皱，这炎族的异火如此之多，这药族炼药术如此之强，让他对远古8族有了一丝震撼。而后，药老提醒萧炎别去打这些异火的主意，因为他们经过无数年的传承，早就被那2大种族种下了传承印记，即便得到了，也无法炼化吞噬。萧炎苦笑着点点头，以他现在的实力，可还没那胆去抢他们的异火。眼下，空间交易会还有1年之久，因此药老让萧炎在这之前先去一趟古族，因为再有1月时间，便是古族最为优秀的年轻1辈的成人礼，这是古族的大事，而且薰儿也在其中。闻言，萧炎眸中闪过一抹火热。自从当初叶城一别后，好久都没能见到薰儿。而后，药老递给萧炎一张请帖，能够接到古族邀请帖的势力并不多，如果不是我晋升半圣，想必星陨阁也不会有这等资格。好了，持有此请帖便能进入古界。本来此次该老夫前去，但为了防止魂殿随时来犯，就只能让你去参加。接过请帖，药老又提醒萧炎要多加小心，毕竟能受邀的都是些顶尖强者。再者，薰儿太过优秀，而以萧炎与薰儿的关系，难免被古族年轻一代嫉恨。闻言，萧炎默默点头。此行还有天火尊者以及小医仙陪同。由于天火尊者服用了药老炼制的丹药，其实力已经恢复到了巅峰时期的6星斗尊，而小医仙则被药老安排到一处古墓之中修炼，那里正是药老得到毒丹之法的所在地。因此，如今还需等小医仙出关后再出发。
接下来，萧炎回到自己的房舍，他手掌一翻，当初夺得单会冠军时所奖励的太乙魂诀便浮现而出。此魂术对于萧炎灵魂提升有着不小作用。不知不觉，当修炼来到第8日时，小医仙终于出关归来。感受到那浩瀚气息，萧炎立马推门而出。此刻的小医仙一头紫黑亮发，气质又仿佛回到了当初青山镇时的那种柔和，在其额头处还有个复杂的灰色印记。据他所述，凭借那位前辈留在古墓的凝练法门，小医仙全身的恶难毒气都化作了这个符文，从而彻底的控制了恶难毒体，实力也暴涨到了7星斗尊。听闻，萧炎不由轻叹一声，他身边的这些人就没几个是正常的，他们这般修炼速度比起自己吞一火还要更加凶猛。眼下小医仙已经回归，那萧炎也该出发古族了。翌日清晨，萧炎、小医仙几人与药老道别后便腾空而去。古界位于中州东域，而那里的入口则位于东域中心的古圣城。经过半个多月的赶路，萧炎终于看到了这座庞大的城市。对于古界，萧炎有一抹迫不及待，那里不仅有薰儿，还有先祖萧玄之墓。在古圣城周围有一层透明的光照，光照看似薄弱，却给人一种源自灵魂深处的威压。据天火尊者所述，古圣城由远古遗留而下，是由古族那位斗帝强者所建，而那光照蕴含着一丝斗帝之力，足以让的这座古城固若金汤。而且为了表示对斗帝强者的敬畏，圣古城方圆1000丈内禁止飞行。闻言，萧炎几人迅速落下身形，朝着城门口走去。此刻城门口站着近100名身着甲胄的士兵，凡是没有受到邀请的都禁止入内。目光扫过城门，萧炎突然顿在一道熟悉的身影之上，灵泉。此刻的后者几年不见，倒显得更加意气风发。就在萧炎望来时，灵泉的目光也瞅了过来。瞧得萧炎，灵泉的怒火便喷涌而出。萧炎，谁允许你来此处的？听得冷喝，萧炎面色依旧平静，而后他屈指一弹，那张邀请玉贴便爆射向灵泉。接过玉贴，灵泉闪过一抹不屑，原来是星陨阁，这等实力怎么可能会收到我古族的邀请帖呢？闻言，萧炎淡淡道，上面写得很清楚，如果你不识字的话，便去问你们古族的人，将玉贴还来。听得萧炎这语气，灵泉气得牙痒痒，而后他握紧玉贴，冷声道，有本事你就过来拿啊！声音刚落，嗖的一声，那玉贴瞬间脱手而出，待得他定神望去，却发现请帖已然落在了萧炎手中。见状，灵泉脸色立马涨红了起来，没想到他刚刚放话出来，就被萧炎啪啪打脸。当下他也顾不上身份，灵力掌风直接对着萧炎狠狠拍了过去。然而还不待他轰在萧炎身上，萧炎闪电般的一脚便踹得他老血狂喷，身形倒飞，砸落地面。灵泉满脸的不可置信，当初在叶家见面时，他至少还能与其交手，可如今连萧炎的出手都没看见，就瞬间惨败，将灵泉这个1星斗尊震退。萧炎淡淡笑道，灵泉统领，抱歉了，下手重了点，不过下次也麻烦你不要再做这种蠢事了，毕竟像我这样手软的人可并不多哦。听闻，灵泉气的眼睛都红了，黑烟小队，把他给我擒了！怒吼声落下，那些甲胄士兵长枪纷纷对准萧炎。见状，小医仙几人闪到萧炎身旁，浩瀚斗气暴涌而出。就在双方剑拔弩张时，城墙上的武统领猛地闪掠而下。灵泉，你在干什么？灵泉抹去嘴角血迹，眼睛瞪着萧炎道，我没事。而那个人便是小姐嘴中的萧炎。语落，武统领目光复杂地看了萧炎一眼，眸子中还带着一丝敌意。见状，萧炎一怔，此人应该在3星斗尊左右，比灵泉强上不少，不过自己实力已经达到5星斗尊，应付起来倒也并不棘手。片刻后，武统领对着灵泉一通怒斥，你有没有脑子？他持有玉贴，那便是我古族的客人，像你这般作为，是想让别人嘲笑我们古族不懂礼节吗？冷喝落下，灵泉气的面色一阵青一阵白，不过碍于对方地位比他高，他当下只得不甘地退开。斥退灵泉，武统领抱拳请萧炎几人进城，不过萧炎在其身旁走过时，武统领却轻声道，不知能否寻一个时间与萧炎阁下切磋一下，我很想看看你能否真的配得上我家小姐。闻言，萧炎哀叹一声，便答应了下来。毕竟薰儿在古族中的地位，以及他那倾国倾城的容颜，自然会给自己招来不少情敌。瞧得萧炎走进古城，灵泉阴冷一笑，萧炎，你躲在外面倒还好，但你既然要自取其辱的来我古族，那也便只能怪你有眼无珠。你这点实力，在我古族年轻一辈中可没资格逞凶。